我每天都要跟野狗抢食物，它们龇着牙低吼，我只能缩着脖子，趁它们互相啃咬的空隙，抓起地上沾着狗毛的碎渣往嘴里塞，连土味都顾不上嫌弃。在路人的哄笑声中，我嚼着碎渣子，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这是一位身着华丽的男子扔给我一块金元宝。小乞丐，我给你钱，你来给我卖命怎么样？我愣愣地看着那张帅脸。好。沈玉白将我带回了侯府，可他的青梅竹马似乎并不欢迎我，暗地里总会欺负打压我。好在沈玉白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转眼过去16年，我舍命救了他18回。他掐着我的腰，爱不释手，豪掷千金，将我宠上天。所有人都说沈玉白一定会娶我，但那日云消雨歇，缱绻散去。他懒洋洋地亲了亲我的耳垂，扔给我一包相思药。以后别来了，你去勾引谢景吧。只有宋之薇亲眼看见你们苟且，她才会死心嫁给我。我愣愣地盯着沈玉白看，昨日夜里在我耳边温情又哄的语调，此刻变得散漫。宋之薇眼睛里容不得沙子，过几日她生辰，我爹想给他们订婚，届时你给谢景喂了药，把人领床上去，事成之后给我个讯号，我让人领着宋之薇去捉奸。宋之薇就是沈玉白那个小青梅，记住在相府的表小姐。沈玉白从小就心悦她，但宋之薇眼里只有国公府的小公爷谢景，为此他没少和沈玉白吵架，神仙打架殃及池鱼。当年5岁的我就是那条池鱼，那时沈玉白为了救宋之薇替他挡了一刀，他伤口还没好利落，就和宋之薇吵了一架。宋之薇毫不留情地推开他，滚开！谁让你救我了？救你都关闲事了，别死哪儿去，别拦着我找谢景！沈玉白气急败坏，转头把只剩一口气的我捡了回去。我猜他那时候想的是，宋之薇，你不在乎爷的死活，有的是人在乎，你不想要爷的好，有的是人想要。吃的穿的喝的用的，宋之薇没有的，沈玉白一定会给我；宋之薇有的，沈玉白会双倍给我。去岁春末，二公子把我绑了，想强要我，沈玉白抄起凳子，不顾老夫人的阻拦，将人砸得头破血流。江昭是爷的人，你有几条命敢从爷手里抢人？他因此被丞相打断了腿，在床上躺了大半年，却从没有怨过我。那之后，没人再敢打我的主意，知道的都说我是沈玉白的死士，不知道的都说我是他领回家的童养媳。沈玉白看我看得紧，跟眼珠子似的，把我宠上了天。时间长了，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沈玉白对我好是不是因为喜欢我。而现在，沈玉白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，我企图越雷池半步的心思被打得荡然无存，只能收回脚，看清自己的身份。我说好，大概是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。沈玉白弯腰捡衣服的动作滞了下，他伸手要来揉我的头。不愿意的话不用勉强，毕竟是个姑娘家，这事闹出去名声不好。我抓着药包，下意识后退半步。没有勉强，我很愿意。沈玉白的手揉了空，他盯着我看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也行。他笑了笑，绕到我身后，和以往每一个时候的清晨一般，为我系着里衣，粗粝的指腹擦过后颈，撩起一片灼热，口中的字眼却撩得我胆战心惊。知道你没勾引过人，脱了衣服做做戏就行，不用真上。这事过后也会安排好，没人敢叫你舌根，不能误了你的名声，你还得嫁人呢。我望着铜镜，沈玉白垂眸捏着细长的绑带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声音越来越轻，到后面就变成了沉默，一夜的旖旎和荒唐在这沉默中散尽。我轻轻错开身子，兀自穿了衣裳，同他行了个礼，便要离去。出门的时候，沈玉白突然叫住我，昭昭，和每晚俯身在我肩头的呢喃相差无多。我回头看他，沈玉白坐在阴影里，神色不明，良久他才开口，你要有想嫁的人，同爷说，也给你相看，安排妥了，咱们好聚好散。5岁那年，沈玉白把只剩一口气的我从鬼门关拉了出来。从见到他第一眼，我设想过很多种和他分别的场景，无一不是死别。可我不怕，我想啊，我这条命都是他救的，便是让我替他死，我也愿意的。我忍住眼眶的酸涩，对他笑笑。好。又过了2天，沈玉白得了块上好的翡翠料子，差人打了一只镯子送来给我。他把镯子递给我的时候，宋之薇来了，他红着眼眶，一瘸一拐地闯进来，不由分说夺走翡翠镯子砸了。他不见我，宋玉白，谢景他不见我，他竟让人把我赶了出来。往常有人只是将我的帕子扯出来个线头，沈玉白都能将人砸得头破血流，此刻他却看也没看地上的碎片。沈玉白蹲下身子，替他揉捏着崴了的脚，嘴上也不饶人。多少年了，还没死心呢。早和你说了，他当初离京就是为了躲你。宋之薇瞪了他一眼，他脸色冷了冷，换了个话头。凡事总得慢慢来，谢景一回京，你就风风火火杀回去，生怕他不知道你那点心思。宋之薇面色稍缓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欲擒故纵。沈玉白对我招了招手，谢景以前就爱吃你做的桃花酥，你去做些给他送去，
就说宋小姐知道他回京了，特意送去给他接风洗尘的。相府和国公府毕竟是世交，沈玉白和谢景的关系并不差。谢景还在京时，也常来相府寻沈玉白，招待他的糕点便是我亲手做的。光风霁月如谢景，也不吝啬夸我手艺好。我想沈玉白之所以选择让我去勾引谢景，大概也有这个缘由在。装作没看见宋之威嫌恶的眼神，我对沈玉白欠身行了个礼，转身出门。没走多远，屋内传来宋之威的声音：“他就是你捡回来的小乞丐，你以前不是宝贝的，跟什么似的，连我都不给见，怎么这会儿舍得让他做事儿了？”沈玉白吊儿郎当的笑：“你看他身上穿的戴的东西，你要是答应嫁给爷，那些都是你的，别说见他了，让他给你卖命都成。”胸口像豁开个洞，冷风嗖嗖往里灌。我闭了闭眼，下了石阶。方才还殷勤叫我江小姐的下人，此刻都低着头装没看见我。所有人都清楚我失宠了，承沈玉白的面子，见到谢景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。听人说他已经进了户部做了尚书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他似乎在处理公务，比以前见到时更冷峻。一群官员们胆战心惊地离去，我迟疑不定地进门。小公爷，出去。然而2个字出来，他忽然抬头，幽暗的眼眸紧盯着我。我正准备把桃花酥交给下人后就走，他往我身后扫了眼。一个人来的？我迟疑地点头。听说您外派回京，奴婢做了些桃花酥给您接风洗尘。谢景神色稍异，对我招招手，我只好重新拎着桃花酥走过去。我以为他多少会问我一些沈玉白的近况，但是没有。他起身从柜子上拿出一个匣子，是对金镶玉的镯子，样式新颖。奴婢回去后就转交给宋小姐。给你的。谢景打断我，我讶然地盯着他。谢景从前在京时就爱送我东西，大概也是和其他人一样，都是看在沈玉白的面子上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念着自己的来意，试探地问谢景：“小公爷，过几日宋小姐生辰，您会来相府吗？”谢景目光从戴着镯子的手腕移开，落到我的脸上。你想我去吗？我点点头。谢景弯唇：“好，我会去的。”我心头一颤，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国公府。刚回到相府，就撞见行色匆匆的沈玉白。见了我，他似乎松了口气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，去这么久，我还以为谢景那王八蛋对你做了什么。没事就行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的翡翠镯子摔了就摔了，改日爷再让人打一对给你。”话未说完，他视线落在我腕上那对金镶玉镯子，我拉着袖子盖上，解释道：“小公爷送的。”沈玉白直接抓着我的手腕，强硬地撸走镯子扔给下人：“把东西给谢景还回去，爷的人爷自己宠，用不着他来献殷勤。”沈玉白生气了，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谢景扯上瓜葛，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？进府后，沈玉白领着我去了偏院，一路上他都沉着脸，对上我不解的目光后，他才摸了摸鼻子：“你原来的院子给宋之威看上了，不过这处院子也不错，虽然冷清了些，回头我让下人打理好了就行。”我扯扯唇没说话，沈玉白便看着我收拾屋子，翻来覆去的骂谢景抢他女人。忽然他停止了话茬，我回头便见他盯着我，黑色的瞳仁变得灰暗，极富侵略性的缠上我的腰，这是他想留下来过夜的征兆。赶在他开口前，我仓皇避开眼神：“爷，你应该走了。”沈玉白如大梦初醒，仰头将茶一饮而尽，压下眸中的欲念：“事情办妥了。”“都妥了，宋小姐生辰那天，小公爷会过来。”沈玉白沉默了良久才说：“那行，别忘了我和你说的，做戏就行，不用真伤。”“好。”接近谢景，给谢景下药，都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。外人面前不近人情的谢景，似乎对我毫无防备。一块桃花酥送过去，他只是突然地问了一句：“不后悔吗？”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让我的手一抖，本就紧绷着的心弦绷得更紧，唯恐他看出些端倪。我仓促地摇摇头，给他倒酒，他似乎也没怀疑，加了药的酒一饮而尽。我关上门，将他架回房中，磕磕绊绊地解开他的衣裳，大概是做贼心虚。我心跳很快，手也在抖，好几次都将系带打成死结。谢景突然睁开眼，按住我的手：“江昭。”眼神灼热的骇人，他的身体也很烫，像个大火炉，要将我从头到尾燃烧殆尽。我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的，不知道该继续再给他灌药，还是解释。小公爷。他晦暗不明地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似乎是在辨认什么。我还没说完，他突然抬手扣住我的下巴，吻了上来，比沈玉白吻得更重更深，像是要将我拆之入腹，舌根都被吮得发麻。我下意识想要挣脱，却突然想起那天大雪将我带回家的沈玉白，最后再帮他一次吧，只当是偿他这么多年许我有瓦遮头的恩情。手指脱力，我放弃挣扎，渐渐在他的引导下失了神智，要推开他的手，变得无力，只剩下呜咽的声音。直到云消雨歇，意识回笼，我还是没想明白怎么会成了这样。谢景的铁臂还横撑在腰间，那一大包的相思要他全吃了，一点没给我留。到现在他似乎还没清醒，黏腻的来吻我。我试图推开他，突然砰的一声，
门在这时被撞开。突然砰的一声，门在这时被撞开，我心头一颤，下意识就要往亲背中躲。几乎是同时，谢景拉过亲背，兜头将我遮住，但还是晚了。门外的尖叫声四起，宋之薇崩溃地闯进来。江昭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在本小姐的生辰做这种……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到底是面皮薄。宋之薇这个半天，她嚎啕大哭地离开了。隔着薄薄的亲背，我清楚地感觉到沈玉白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停留片刻，他什么也没说，转头去追了宋之薇，只留下门口的指指点点。这就是江昭啊，光天化日做这种事，忒不知羞耻了。小公子当初好心收留他，他不知恩图报就算了，竟敢勾引小公爷。讥讽嘲笑不绝于耳。谢景一个冷眼扫过去，他们便讪讪闭嘴，然后不情愿地将门带上。谢景身上的情欲也消散得干净，他没再看我，起身下了床，威压冷得吓人。他不说话，我也只能跪坐在床榻上，等着这位传闻不留情面的阎罗处罚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心里很平静，一块石头落了地的平静。不论谢景是要我死，还是要我生不如死，我都坦然接受。但是他却说，不论谢景是要我死，还是要我生不如死，我都坦然接受。但是他却说，江昭，你同我成亲。我下意识要拒绝，谢景回眸，面色阴沉。你毁了我的名声，江昭。这场婚事我毫无拒绝的权利，我的名声坏了，谢景不能被我连累。他以国公府的名义对相府施压，哪怕在忌惮沈玉白的小霸王性子，他们也只能瞒着沈玉白，给我安了个丞相之女的名义，偷偷给我披上嫁衣，仓促将我塞上花轿，送进国公府做谢景的正妻。不过他们到底是多想了。那日之后，宋之薇大受打击，整日消沉，沈玉白忙着哄她，趁虚而入还来不及，哪里会有心思管我的名声有没有毁了，是不是嫁人了。直到3天后，谢景和我一起回门时，路上他突然开口，沈玉白和宋之薇定亲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贸然抬头望他，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小公子得偿所愿了，挺好的。谢景凝眸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突然伸手过来。我下意识往后退。小公爷，这是在外头，不能乱来。他的手一顿，却是接住了一滴泪。我这才发现，我方才哭了，也多想，面上不由得烧红一片。谢景低笑一声，别哭，今晚不弄你了。仅剩的滴落荡然无存。在谢景促狭的目光中，我面上烫得更厉害，仓皇地躲开眼。和传闻中禁欲冷峻的形象不同，婚后的谢景纵欲的过分，一连3日抵着我没出房，外头的水送来一次又一次。若不是今日还要回门，他指定拉着我继续。到了相府，下了马车，谢景伸手要来拉我，我只是迟疑了片刻，他便流露出些许委屈。你毁了我的名声，昭昭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好端端一个光风霁月的郎君，却被我所连累，受尽指点，我心中愧疚更深，只好将手交给他。从相府大门到正厅，我都提心吊胆着，直到席间老夫人说，你毁了我的名声，昭昭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好端端一个光风霁月的郎君，却被我所连累，受尽指点，我心中愧疚更深，只好将手交给他。从相府大门到正厅，我都提心吊胆着，直到席间老夫人说，玉白今日陪之微游湖去了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老夫人和丞相对我嫁给谢景并不是很满意，他们原本想让宋之薇嫁过去，两家联姻成一桩美事。玉白今日啊，陪之微游湖去了。玉白那性子你也知道，认准了谁，8匹马都拉不回来。我本想着留你做玉白的通房妾室什么的。老夫人拉着我叹了口气，从前的事儿你就当都过去了。好孩子，日后玉白就是你的兄长，相府就是你的家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。你有时间了，多回来走动走动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老夫人对我示好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谢景。我从老夫人房间出来的时候，谢景还在和相爷谈事，我无所事事，只好一个人在相府漫无目的游走，最后去了偏院收拾东西。前2日还在冷嘲热讽我失宠的下人们，此刻见了我，脸色都一言难尽，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对我行礼。我一概没理，只是找出沈玉白给我的金银珠宝、玉帛翡翠，成婚那日没来得及带走的，今日都要一同带走。我是个俗人，我给沈玉白卖命16年，他给我钱财，供我吃穿不愁，哪怕要好聚好散，这也都是我应得的，我没必要和钱过不去。最后一块玉珏装进匣子里，过往的16年在脑中一一掠过，尘埃落定，可身后却传来讥诮的声音，妖，还活着呢，我还以为发生那档子烂事后，你没脸继续活了呢。我顿了顿，装没听到，转身抱着匣子就要从他身边离开。宋之薇伸手拦住我，他没看我，
而是指着我怀里的匣子，看向我身后。沈玉白，你不是说我嫁给你，他的这些都是我的。我愕然回首，便和沈玉白微颤的目光对上。我垂眸抱紧了匣子，沈玉白错开视线，按住他的手，将他拉入怀里。爷送出的东西没有收回的道理，你要是想要，回头爷再给你。宋之薇红着眼睛，那你让他去死！沈玉白一顿，一定要逼那么紧吗？宋之薇，宋之薇只是大喊，让他去死，还是让他把东西给我？你自己选。一个撩着眼皮子，一个仰着头，两个人都是骄傲的性子。最后沈玉白叹了口气，对我招了招手，招招，东西给我。我后退一步打断他，这是我的。16年前你救了我一命，但这些年里我舍命救了你多少次，你心中也有数吧？这些是我应得的。沈玉白看着我，情绪复杂，我猜他大概也在想那些过往。沈玉白性子傲，得罪人是常有的事。刺客要杀他时，我给他挡刀，因此落了病根，再不能有孕，外出落水了，我将他救上来，自己却因为不会水险些淹死。沈玉白抱着我去找郎中的时候，手都是抖的，他一遍遍在我耳边说着，招招别睡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思绪回笼，沈玉白问我，有必要和爷算这么清吗？有必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不肯让自己落了下风。沈玉白，我不欠你的了。沈玉白怔怔看着我，我说完抱着匣子拔腿就跑。沈玉白没追上来，我跑出半月门时，鬼使神差的回头看了一眼。沈玉白，你这个骗子，我恨你，我讨厌你！宋之薇崩溃的大喊，哭着将拳头捶在他身上。往日无法无天的小霸王，在他面前跟猫似的，没动也没还手，只是盯着我看。我心下一紧，转身跑走，再也没回头。我抱着匣子出门的时候，差点撞上谢景，他伸手扶了我一把，才没让我摔个狗啃泥。慢点，别着急，我不走。话还没说完，他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匣子上，我下意识往怀里藏得紧了。谢景扯了扯嘴角，笑得有些勉强。不抢你的。说是这么说，但谢景心情似乎不太好，一路上都没说话。上了马车后，他便捏着我的下巴，不由分说地吻了上来，比以往每一次接吻都要凶，来势汹汹，不容拒绝。突然，手腕上多了个冰凉，低头才发现是那对金镶玉的镯子。我给你的，你带着，不许再要它的了。他啄吻在唇角，手从衣摆探进来，语调也变得含糊。不许再见他。我说不出话，脑子也烧成一团浆糊，只能呜咽地点头着，到最后瘫软在他怀里。谢景低眸吻在我的额头，替我理了下衣衫，才抱着我下了马车。但是很快他停下脚步，上了马车后，他便捏着我的下巴，不由分说地吻了上来，比以往每一次接吻都要凶，来势汹汹，不容拒绝。突然，手腕上多了个冰凉，低头才发现是那对金镶玉的镯子。我给你的，你带着，不许再要它的了。他啄吻在唇角，手从衣摆探进来，语调也变得含糊。不许再见他。我说不出话，脑子也烧成一团浆糊，只能呜咽地点头着，到最后瘫软在他怀里。谢景低眸吻在我的额头，替我理了下衣衫，才抱着我下了马车。但是很快他停下脚步，马车停在国公府门前，不远处沈玉白坐在马上，日光透过树梢，他大概是跟了一路。此刻沉着脸，抓着缰绳，目光狠得要跟吃了人一般。江昭，从他身上下来。我低头躲在谢景身后装死。谢景，你个王八蛋！沈玉白气急，甩着马鞭凌厉地挥过去。朋友妻不可欺，爷拿你当朋友，你抢爷的女人。谢景，你个王八蛋！沈玉白气急，甩着马鞭凌厉地挥过去。朋友妻不可欺，爷拿你当朋友，你抢爷的女人。谢景护着我不躲开，只好伸出一手抓住扬下来的马鞭。她是我的妻，朋友妻不可欺，这句话应该给你。谢景抓着马鞭冷冷一扯，忘了告诉你，3日前我们就已经成婚了，丞相认她做了义女，为我们主了婚。算起来，你现在应该叫她一声妹妹。我抓着谢景的手，适时开口叫了沈玉白一声兄长。沈玉白怔住，表情有一瞬间的破裂。因着这一瞬的失神，谢景突然发力，用力一拽，将他拉下马。沈玉白摔在地上，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怒不可遏地翻身而起，冲过来揪着谢景的衣领就是一拳。他是爷的人，我没松口，谁准许你娶她的？谢景没躲，硬生生接下了他这一拳，嘴角都见了血。他嗤笑一声，是吗？这么在意他，还让他给我下药。沈玉白如被雷劈，以礼的面容霎时间变得苍白。我只是让他做戏。谢景勾唇笑的挑衅，他假戏真做了。沈玉白眯着眼还欲发作，我抓着谢景的衣袖开口，兄长你忘了吗？你说过的，我若是有想嫁的人，你会祝福我的。谢景笑了声，将马鞭扔还给沈玉白，转身直接将我打横抱起，往国公府内走。谢了兄弟，我惦记他很久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抱住他的脖子，就又被谢景的话震得大脑一片空白。什么叫我惦记他很久了？不对，谢景怎么知道是沈玉白让我下的药？谢景怎么知道是沈玉白让我下的药？但谢景根本没有给我思考的机会。一回房，
他便捏着我的下巴，来势汹汹地吻了上来。一夜折腾，直到天将将亮，我推了推他，小公爷要上早朝了。谢景掐着我的腰不放，叫我博玉，昭昭。博玉。谢景弯唇松开我，捉着我的手在腕间吻了又吻，再下床换了朝服，一步三回头的出了门。嬷嬷端着水进来为我梳洗的时候，瞧见我腕间的金镶玉镯子，笑了。这镯子终于到您手上了，小公爷总算能安心了。安心。我愣了下，下意识摸索着镯子上的玉石。嬷嬷笑着说：您不知道吗？这镯子是小公爷回京前亲手打的，样式也是小公爷自己画的。那天沈小郎君让人把镯子送回来后，小公爷把自己关进书房里，抱着酒壶哭了一个晚上，说什么凭什么沈玉白的东西你就要，他给的你就不要，明明是他先遇见你的。哭。谢景这两个词怎么都不像是能关联上的。那天沈小郎君让人把镯子送回来后，小公爷把自己关进书房里，抱着酒壶哭了一个晚上，说什么凭什么沈玉白的东西你就要，他给的你就不要，明明是他先遇见你的。哭。谢景这两个词怎么都不像是能关联上的。嬷嬷说起话来就收不住了。小公爷性子孤僻，同辈中也没什么来往的亲友，原来是没想过要同沈小郎君来往的。8岁那年，他偷溜出府，被几个刺客给盯上了。幸好啊，有个小乞丐出手相助，引开了刺客，小公爷这才死里逃生，回了国公府。那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找小乞丐。但说来也怪，那乞丐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小公爷找遍了上京，也没找到人。为此，他还伤心了许多日，茶饭不思呢。直到次年，他去相府参加沈老夫人的寿辰，回来后便主动同沈小郎君来往，一来二去啊，倒是成了朋友。嬷嬷的话像在平静的湖面砸下一块石头，荡起圈圈涟漪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她说的这事，我其实是记得的。5岁那年，我同那位穿着尊贵但灰头土脸的小少爷说好了，我替他引开刺客，但过后得给我钱，我要100不500个铜板。可过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我以为是他失了言，为此记恨了他许久，却没想到他一直在找我。那日在国公府的猜测都得到了印证，这对镯子挂在腕上便格外烫手。回过神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公道上，左右都是等着家中郎君下朝的贵妇。我同他们聊不来，只是颔首打了个招呼，便要回马车上等。突然冲出来个人拽住我，扇了我一巴掌。你这个贱人，先是勾引沈玉白，然后是谢景，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一个两个都爱你死去活来的。从他的话中我才知道，昨日沈玉白回去后就开始发脾气，要和宋之威取消婚礼，要相爷和老夫人把我接回去。小霸王一贯无法无天，凡是靠近的人都受了牵连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最后还是相爷掏出家法，给了他20棍，他才肯消停。但数日一早，他便把自己头发全剃了，威胁相爷，若是不取消婚约，小爷今日便出嫁，这亲你们谁爱成谁成。宋之威目眦欲裂，近乎崩溃。他说着抬手还想再打过来，一个人影冲过来，抓住他的手腕，往日的温情荡然无存。沈玉白冷着脸，狠狠将他推开。宋之威，你别太过分。大概是从没在沈玉白身上受过冷雨，宋之威一下子白了脸。沈玉白让下人将他带走，他的头发全没了，但容貌仍旧屹立，看着我欲言又止。他的头发全没了，但容貌仍旧屹立，看着我欲言又止。抱歉，昭昭，我不知道谢景他会乱来，我原本只是想让你做做戏。昨天我想了一晚上，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想错了。我可能并不喜欢宋之威，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是你，和我朝夕相处的是你，与我同生共死的也是你，我们太熟悉彼此了。昭昭，我从来没想过你会离开我，我爹已经答应我了，取消我和宋之威的婚约。昭昭，你……兄长，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。沈玉白一下子僵住，他眼眶有些红。别叫我兄长，江昭，我说了这么不是想和你做兄妹的。我再次打断他，沈玉白，我已经成亲了，是你说的好聚好散，我成婚遇见了良人，谢景很喜欢我，我也会越来越喜欢他，你该祝我们幸福的。沈玉白像是被我气笑了，他一脚踹在车辕上，马儿被吓了一大跳，高高撂起蹶子，我下意识往旁边躲去。沈玉白咬牙切齿，伸手想来拉我。谢景那王八蛋撬了爷的墙角，还想让爷祝你们幸福。我躲过他伸来的手，垂眸低声说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别让我难堪，我的名声已经毁了一次。沈玉白，你放过我吧，算我求你。沈玉白像是被我气笑了，他一脚踹在车辕上，马儿被吓了一大跳，高高撂起蹶子，我下意识往旁边躲去。沈玉白咬牙切齿，伸手想来拉我。谢景那王八蛋撬了爷的墙角，还想让爷祝你们幸福。
我躲过他伸来的手，垂眸低声说：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别让我难堪，我的名声已经毁了一次。沈玉白，你放过我吧，算我求你。说到最后，我几乎是央求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胸口剧烈起伏几下，然后仰头看着天，很快又低下头放下手，后退一步，同我拉开距离。没多久，谢景就到了，他警惕地盯着沈玉白，握紧了我的手，将我护在身后，宽厚的胸膛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，唯恐他再与沈玉白起冲突，我连忙扯了扯谢景的袖子。我们回家吧，博玉。沈玉白转过身，谢景弯腰打横抱起我，送进马车。他抬脚要跟着上来时，沈玉白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：谢景，你若敢欺负他，我随时会接他回家。谢景身形一顿嗤笑：你不会有机会的。他在我身边坐下，将我拉在怀里。马车辘辘，沈玉白的身影渐渐远了，但他仍站在原地，定定望着这边。这么舍不得，现在回去找他还来得及。凉悠悠的声音落在耳边，我回头便见谢景臭着一张脸。你是在吃醋吗，谢景？谢景的眸光颤了下，别开头。没有。我哦了一声，了然的点点头。那我若是真的回去找他，某人应该不会再抱着酒坛子哭了吧？身后的人顿时整个绷紧，他迟钝愕然的缓缓转头，和我对视着，冷峻不苟言笑的脸上刷的红了个彻底。我笑着凑过去，仰头吻了吻他的喉结。骗你的，我不回去找他了。